大家好，我是大蜡烛。在今年年初我在跟公司里的实习生聊天时，他说他很多大二大三的同学有非常多的人在购买基金股票。我问有多少，他说大概有80%以上吧。我听后挺惊奇毕竟从年龄上看应该算00后了，但是一想也合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老师会在自己的课程中设置模拟交易课程，很多同学模拟交易尝试多了，也往往想试试真实的交易。所以这期视频我会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讲一些错误的投资心理和理财心理。在我和很多投资者深度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学生群体很容易被虚荣心控制，他们追求的其实并不是理财本身，亦或是追求长期收益，他们追求的是能做正确投资本身带来的一种自豪感。同学之间聊天的时候，大家往往只聊自己所购买的表现最好的1-2只个股，外加自己获利颇丰的逻辑哪怕有时自己的整体投资组合实质是亏损的，依然能聊得不亦乐乎。虽然他们还没有步入职场，但是往往会高估自身的投资能力。还有很多的刚刚参加工作的普通散户呢，虽然没希望自己能获得超高额的收益，也知道自己不是专业人士，可每天面对基金股票涨涨跌跌的新闻，还是担心自己的投资损失。他们小心翼翼地购买股票和基金，只希望能抗一下通胀，可往往发现自己买基金亏钱，不买吧工资在银行里还收益低，买封闭期长的产品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会因为换工作需要用到很多钱，难以预测自己需要多高的流动性。更悲催的是，新手散户往往会在经历各种复杂心情后，因为承受不了持续的下跌而逐渐麻木，由此开始承受更大更彻底的损失。我举例说这些心理是因为我自己平时很喜欢看行为金融学的一些理论。行为金融学算是心理学和金融学的一个交叉学科，也是近些年的一个新兴学科。虽然现在整体还不是很系统但我相信行为金融学是未来。有很多研究行为金融的学者试图证明个人的心理因素有时要比外界的信息更易影响人的投资行为。比如有学者去研究18世纪时在荷兰上市的英国公司的股票交易行为，因为当时在英国和荷兰之间没有铁路公路、电报、电话等通讯手段，两地之间公司信息传递的唯一媒介就是定期的海上邮轮。理论上当时荷兰的投资者们要想知道本地上市的英国公司的信息，需要等待海上邮轮带来的信件。大多数投资者无法去英国实地考察尽调，也不像今天可以每日在媒体上查询公司的新闻。但是这项研究发现，当年荷兰人交易英国公司的股票的数据中，会有2/3大的波动是发生在没有邮轮到达且没有任何实质信息的时候。这说明除了基于真实有用的信息，投资者极其容易被其他的完全无用的信息，甚至是自己的心理干扰。投资股票基金时的情绪是极其复杂的，传统经济学中常用的理性人假设或者是不存在的。例如前2年很多人都写过天气也会影响投资行为的论文。再比如散户投资者在选股时有非常强烈的地域倾向，他们更倾向于总部或者是主要业务离自己住所较近的公司，甚至连选择券商也会选择自己的大学所在的城市的头部券商。如果让我们总结我们最需要克服的2个心理问题，那还是个人的频繁操作以及处置效应。不少美国学者都认为频繁操作是散户发生亏损的首要原因，因为美国在股市上的个人税收更严格一些，资本利得和投资红利都需要交税，而投资损失可以免税。所以在每年美国家庭在一些关键的报税节点前用投资损失抵税，这一点对个人散户还是蛮不友好的。但是在国内这些是无需考虑的。尽管如此在美国散户的换手率较高的时期，年换手率也仅为80%到100%，而国内散户换手率经常是美国散户投资者的5到10倍。而且随着交易更便捷的今天，这一数据有上升趋势。在很多国家的资本市场里呢，大概仅有5%到10%的散户投资者可以在相对较长的时间里能持续跑赢市场。成熟的投资者都知道，市场上涨和下跌的时间并不是各占50%，市场上涨的时间是非常短且急促的。频繁交易会使得投资者很容易错失上涨时期。另外，股票交易每次都要交印花税过户费券商交易佣金高频率的交易，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基金投资者若是交易频繁，那更是灾难。有时一申购一赎回可能3%直接就没了。我也查询了很多个体频繁交易的原因，国内不少投资者都存在靠宏观新闻与数据倒推选行业，再到从行业中选具体个股和基金的习惯。
因为相比一些上市公司每季度才披露一次财报，宏观数据天天都有，导致有时散户对宏观的变化如数家珍，但是对自己真正持有的个股的财报反而不甚了解。而处置效应是人更难克服的一种心理，相比不确定性的高收益，人们更厌恶确定的损失。比如一个产生过无数变种的经典实验，你自己丢一枚硬币，如果硬币正面朝上，你将立刻得到15000块，但若是反面朝上，你的银行卡中也会立刻损失1万块，亦或是产生相应的负债。如果你有且仅有一次机会，你乐不乐意赌这一次呢？虽然哪怕中学生也可以算出这个游戏的期望收益是正的，但是多数人是根本不乐意去参与这项实验的。多数人更在意损失1万元的痛苦，而不是获得15000元的快乐。这些都可以充分的证明，哪怕你已经有了理性计算的结果，你的决策依旧会受到厌恶风险的感性支配。人有趋利避害的本性，因此当你急需一笔钱时，相比卖掉赔钱的股票，你更容易卖掉已经获得收益的股票。没有割肉卖出，投资者就会觉得自己并没有亏钱。你要是跌太狠了，直接卸载交易的 APP， 长时间不看就好了，就放在那里吧，仿佛大脑开启了特殊的保护机制一样。这种思维方式其实也意味着对权益类资产的理解不够深刻。事实上，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企业在市场中也遵循马太效应，往往是越亏损越弱，越赚钱越强。与其说忘掉在账户里的公司股票，等它再次帮你扭亏为盈，不如说你是一只熬，终于熬到了下一轮新的牛市周期。当然，散户投资者也并不是一点优势也没有啊。事实上，基金经理呢也会经常面临一些身不由己的事情，有时也不能按照自己真实的意愿去操作。比如基金经理个人业绩经常要被拿来做横向比较，有时可能在牛市获得20%的收益已经很好了，但是因为基金公司需要一个亮眼的业绩以及可以当做标杆的数据，不得不去往40%的收益可能性去操作。那本质上这也是一种无形的杠杆，因为这种配置思路有可能大市涨10%的年份它能涨40%，但大市跌10%的年份它可能跌100%。这种案例经历过完整周期的人应该都能举出不少，而部分私募基本都会受到来自客户的影响。另外，对于公募基金，无论是债券型、股票型还是混合型基金，还面临严格的资产配置要求。如果基金经理的仓位必须要满足65%的股票仓位，当整个股票市场下跌时，他也并不能绝对的拯救这款产品。所以个人投资者真正的优势是长期持有，这里指的长期是至少穿越一个经济周期的那种长期。美国股票从1900到2017年长期收益率是每年 9.6%， 而 A 股从1994年底到2019年的指数也从380点涨到了3200点。其实从94年到19年年化收益率也是有 9.5% 的。当然，如果你从05年熊市低点来计算到今天的话，整个 A 股市场其实有 15% 以上的年化收益啊。这些数据都是公开的，人人可看可计算。所以很多媒体说的美股长牛 A 股垃圾永远没涨过，20年了一直一个样，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当然我也得承认，对大多数人来说，购买基金或者股票长达10多年太不现实了。那最短的长期持有应该在多长会比较好呢？答案是至少达到4年半左右比较好。这里有一些有意思的数据，根据蚂蚁自2017年以来每月平台代销的权益型基金数据来看，从2017年1月份到2021年3月份，持有基金不足半年，亏损的风险是非常高的。持有基金哪怕到了2年，也是存在亏损概率的。但是，一旦持有在4年以上，收益率将平均比持有1年以内高达82个百分点，比持有1到2年收益率高53个百分点。哪怕这期间也经历了2018年大幅向下调整的时期。当然，除了少数几个月份的样本以外，用户在首购后持有同等时间长度内，交易不频繁的用户收益率都高于交易频繁用户的收益率。用户在买入并持有的前2年内，交易频繁的用户比不频繁的用户收益平均低近10个百分点。当持有2年以上时，频繁交易与不频繁交易的用户收益差会收敛到现在约5个百分点。所以购买2年内尤其要尽量控制交易频次。我知道一定也有人说道理我都懂，可普通人如何才能具有长期持有的耐心呢？我觉得核心问题还是真正理解大类资产配置和个人风险偏好。大类资产配置就是理解不同属性资产本身的特点，以及每个资产在历史上各个国家的最大回撤比例是多少。我这里直接把结果贴在这里啊，大家做笔记就好了。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从最大回撤角度来看，
股票的风险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是债券、黄金的好几倍，所以我更相信高中经济与生活将股票列为风险最高品类，是因为股票更易诱导人频繁操作。而正确评估自己的风险偏好，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一个人的风险偏好可能是会在短期内快速变化的，绝非一成不变的。比如假设一个人虽然多年来一直都有购房计划，但是当他刚刚办理完住房贷款时，他投资对风险的厌恶可能会上升数十倍，但是仅仅在正常还贷3个月后，他又开始乐意去尝试具有一定风险的投资了。再比如一个人在亲人进行了一个花费不高的小手术前后，也会对这个人的风险偏好造成短期的巨大影响。但传统券商或者银行理财 APP 可能只会在我们注册时对我们的风险偏好进行一次评估，所以我的建议是对自己多进行评估。普通人可以用比较经典的4笔钱理论，即活钱管理、稳健理财、长期投资、保险保障。当然够有钱的人可以将保险保障更换成企业经营与一级市场投资。既然这样一个简单分类后就不会对自己的资产配置糊涂了。前面已经讲过，应该用长期投资的理念去看待股票与基金，或者说我们的股票与基金钱包应该是长期投资钱包。那么这个钱包里应该放多少钱呢？我的建议是选取2个数字。一，先评估一下你自己在5年内完全不需要流动性的钱有多少，就是假设这笔钱被动起来，不会对你的生活轨迹有任何影响，比如更换工作的过渡期、买房的首付款、出国留学等等。2，评估一下你能够承受的最大亏损额度是多少，比如亏损多少你可能就睡不着觉了。最后将1、2两个数字取一个平均值，让这个数字当做你长期投资钱包的上限，应该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当然为了更加稳健，可以将你这个长期投资的账户再拆成3种类型来购买不同的基金或者股票，即稳健型、均衡价值风格型、均衡成长型。至于这3种具体再按什么比例配我觉得就看人性格吧。为了方便理解，蚂蚁财富将这3种类型对应了3种种子，分别是仙人掌、多肉、向日葵。可以在支付宝 APP 搜索理财种子，每个人都能测一测。里面的学知识板块也有一些金融市场防坑防骗的常识。最后也希望大家多学习金融知识与历史上的商业案例，经常思考不同事物的价值逻辑，培养自己独立思考的习惯。比如96年日本住友商社期货交易案例，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危机，06年对冲基金不雕花的错误，都是非常经典的案例。深度学习后一定能帮你对资产产生一些新的理解。我是大蜡烛，我们下期再见。